如果你上年用我哋嘅豬豬組合，咁今年你嘅 year to date 回報呢，就係 25.7%。投資豬豬或者太忙冇時間嘅人呢，都可以絕對無腦咁樣投資，坐喺度等收回報。嗱，今集 Wing 就會俾晒所有嘅 number 你個腦呢可以入夾萬噶啦，過咗3個月你就可以退休，勁過6合彩係咪啊？咁又唔係咁犀利，我指嘅無腦投資呢，係我會分享點樣可以好有系統咁樣投資股票、債券、黃金等等，同時令到你呢夜晚有覺好瞓，唔使呢日日夜夜擔心個市。今集內容分3個部分，第一，我哋就會睇下點樣有系統咁樣打造你自己個人嘅投資組合。第二，就會分享一啲咧2024年股票啊、債券等等呢啲資產嘅代號。第三，就係睇下呢個豬豬組合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呢。喺我開始之前，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股市賭徒3個冇，第一就係冇目標嘅投資年期，第二冇目標嘅回報金額，第三冇目標嘅投資組合。所以咧，佢哋淨係買埋啲財經啊、YouTuber 啊、網站上面最熱炒嘅股票，對投機者嚟講呢，買賣股票嘅目標就係要快速咁樣賺錢，但係喺冇目標之下呢，好多時佢哋都變咗快速咁樣輸錢。所以要成為成功嘅投資者呢，當然要先識點樣訂立自己嘅目標啦。好，睇一睇我哋上年嘅豬豬組合回報啦。如果你係 all in 10萬蚊豬豬組合裡面嘅話呢，你嘅今年嘅 year to date 回報係 25.7%。但係如果你有用我以前教過嘅豬豬入市法去砌你個豬豬組合嘅話呢，即係每個月按你計劃好嘅比重去入市。咁啱2023年呢，就係越入越升市嘅環境之下呢，2023年定額定期咁樣入市嘅回報率呢，就係 11.5%。好，依家呢，我就會講一講有3個步驟點樣好有系統咁樣打造我哋成個豬豬投資組合呢。首先，豬豬入市組合呢，係通過每月指定嘅日子，用指定嘅銀碼，再按當時嘅市價買入目標資產，譬如股票或者債券啦。價平一啲嘅時候就買多啲，價升咗嘅時候就買少啲。但係呢，入市嘅資金銀碼呢，就不變。呢個呢，就係我講嘅豬豬入市法啦。佢最大嘅好處呢，就係每日你可以早睡早起啦，夜晚呢唔使睇住個市，因為呢成年其實你係按緊自己嘅計劃進行你嘅投資。牛市你又會買，股災你都會買，所以時間成為呢豬豬嘅最好朋友。一般嚟講呢，豬豬入市法嘅投資年期講緊係5年嘅，亦都唔會少於3年，所以用呢個方法係需要長期持續咁樣進行呢個投資。頭先我哋就係睇咗我哋個豬豬組合1年裡面嘅回報啦，但係其實呢個投資係講緊3至5年以上的話，如果你喺5年前已經開始買呢個 VO 嘅話，你嘅回報呢今日已經有38% 噶啦。第二個步驟就係呢成個豬豬嘅組合嘅回報呢係在於你點樣分佈你嘅資金喺唔同嘅資產上面，同埋呢有冇做呢個 buy low sell high 啦。Wing 係人都知啦，低買高買嘛，邊有咁容易啫？咁我指嘅 buy low sell high 呢，其實係指再平衡 rebalancing， 即係話當資產升得過高過急嘅時候，你就可以賣出部分，再利用呢啲賺咗嘅錢咧買入平啲嘅資產。咁做豬豬咧就唔係完全唔睇市嘅，不過咧你講緊每幾個月啊或者每半年咧先睇一睇呢個市場走勢。譬如好似依家咁啊，12月我哋依家見到咧 S&P 500咧係喺 all time high， 即係話咧依家其實係做再平衡賣貨嘅好時機啦。而如果睇翻我哋上年個豬豬組合啊，你上年咧如果你喺第6個月按你嘅計劃去做呢個 rebalancing 嘅話咧，你今年嘅回報咧就已經有 25.1% 啦。咁講起呢個再平衡 rebalancing 啦，雖然我之前喺唔同嘅影片已經有教過大家點做，但係咧講就容易，做嘅話咧好多人就投訴啦。喂 Wing 要整成個 Excel 去 mark 住啲數，好煩啊，點做啫咁樣。咁而家踏入呢個 AI 人工智能嘅世代啦，咁我自己覺得梗係唔可以錯失利用 AI 去幫你理財呢個咁好嘅機會㗎。所以咧我早嗰幾排咧我就捲起我自己衫袖，就做咗呢個 apps 咧免費咁樣送出嚟。呢個 apps 我叫佢低買高賣 rebalance， 用法係超簡單，只係需要輸入我哋已經持有嘅股票或者債券啊或者金呢啲等等資產嘅數目，同埋你原本咧呢個組合嘅百分比嘅分佈。然後咧我呢個 apps 嘅 AI 咧就會自動咁樣幫你查詢你依家持有嘅資產佢嘅目前嘅價格啦。之後佢就會根據佢當日計算到
嘅價格，話埋俾你知你需要買入邊一幾隻股票，賣出邊一幾隻資產等等啊。咁如果你想學埋點樣整自己個理財 Apps， 或者咧直接用我已經整好咗個 Rebalance 呢個 AI 資產配置嘅 Apps 咧，我已經將成個教學啦同埋成個 Apps 咧點樣用點樣做咧，免費 upload 咗喺我嘅所有嘅課程上面啦。所以咧依家好多嘅豬同學仔咧，其實已經自動升級咗同埋已經用緊噶啦。成個課程除咗用 AI 做理財之外咧，其實佢課程咧主要都會教你點樣做估值模型啦，點樣去睇公司嘅年報啊、財務數據分析等等啊。而我哋所有嘅課程咧，依家都做緊呢個新年優惠啊，係做緊8折，優惠期咧只限6日，詳情咧你可以睇翻下面嘅資訊欄啦。咁因為咧我啱啱整咗呢一個 Apps 啦，咁我可以想象好多人咧，佢下一個問題就係我要去外國嘅網站睇資料啊、download 嘢啊等等，所以喺我整呢段影片之前咧，我係特登抄翻 VPN 咧，以前揾我嘅 email。我依集咧真係需要落你哋廣告啦，因為咧我覺得真係幫到我啲觀眾啦今次。咁用 VPN 咧最大嘅好處咧係可以改變你上網嘅地址啦，譬如由韓國變做美國。喺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我好多時都要揾美國嘅資料啦，我會用 VPN 咧將我嘅網絡嘅地址咧搬到去美國，咁咧我就可以揾到更多可以只限於美國本土先睇到嘅資料啦。咁呢個係認真講嘅，我自己用 VPN 咧其實已經用咗就快4年㗎，呢個係我第一個用嘅 VPN 公司。咁我通常會順手嘅，每一次喺電話度咧都會開埋 VPN 㗎啦，因為咧可以保護翻我啲資料外泄嘅問題，減少一啲咧即係惡意嘅網絡攻擊嘅機會啦。我而家咧就放咗 Rain is Here VPN 嘅優惠碼喺下面嗰度，如果你訂閱2年嘅 VPN 咧，最高可以節省69%，而且咧會送多4個月咧俾你免費咁樣用。去到砌呢個豬組合咧，第3個步驟就係咧要將呢個資產類別咧分為咧幾個基本類型，即係我所講嘅投資工具啦。而呢啲工具亦都係組成成個投資組合嘅最重要嘅元素。佢哋分別就係美股啦、環球股票、債券、黃金、加密貨幣，仲有外匯。你可以將啲資金放喺呢6類型嘅低成本嘅 ETF 上面。咁而呢6個資產嘅類別咧，佢嘅風險程度都有唔同嘅喎。如果順序咁樣排名嘅話咧，最高風險咧就係加密貨幣，然後係美股，即係環球股票、外匯、黃金、債券，最後咧就係當然你嘅現金或者佢嘅等值資產啦。咁呢個資金分配又係點樣做咧？一般嚟講，我哋係會用100減去你嘅年歲，即係譬如果你係20歲，身體又好健康，而且有好多時間，你認為你嘅承受風險程度係非常之高嘅話咧，你嘅高風險資產嘅比例咧可以係80%，而債券啊、黃金嘅比例咧就係20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中年人士啦，個人好保守嘅，你就係可以承擔咧即係一啲少量嘅風險咁樣啦。咁比較平衡嘅做法咧就係將50%嘅投資放喺一個高風險嘅資產上面，而50% 投資咧放喺低風險嘅資產度啦。咁一般嚟講，如果你係個老人家唔可以承受任何風險嘅話，你嘅投資組合裡面係相對咧要保守好多噶啦。投資80% 喺債券或者黃金或者係現金等值嘅資產上面，譬如定期存款啦。睇翻上年我哋嗰個豬組合啦，其實上年咧我就認為呢個短期國債收益率咧好高，而風險上面咧相對股票咧又低啲喎，所以上年咧我就將呢個債券嘅比例咧係有調高過嘅。咁依家今年係點咧？我同我啲同事講啊，直情話依家咁嘅時間真係咩都唔好買。依家整呢個豬組合呢段片咧，其實係揾我自己笨，想自己拆自己招牌啊下年。因為咧依家係 all time high 啦，無論係股票啊、咩科技股啊、AI 概念股啊，全部都好貴，債價又升咗唔少啦，連高風險嘅 Bitcoin 咧都升到去1年幾高位。咁唔通真係要盲衝咁入市場買嘢咩？咁又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其實豬嘅投資咧係可以唔需要等嘅。歷史上面衰退指標之一啦，我哋叫佢債券收益率曲線反轉圖。咁開始之後咧，通常喺14至24個月裏面咧，佢個衰退風險咧係最高。咁依家咧，我哋係處於第18個月裏面，即係話咧，我哋依家都仍然係處於呢個高衰退嘅風險期間。不過咧，對於一個比較詳細嘅宏觀經濟同埋投資嘅資料咧，我會喺另外一段影片啦，我遲啲會做嘅，係關於2024年嘅。咁今集咧嘅內容，我會集中翻喺呢個豬組合，即係豬點樣喺一個咁難投資嘅環境咧，都可以做到投資咧。咁如果你係用我頭先啱教過嘅豬入市法，即係 DCA 咧，定期定額咁樣
樣投資，其實你係可以 anytime 開始㗎，聽日開始都得㗎。但係如果你唔想用呢個豬豬自動投資法咧，咁你聽日咧 all in 瞓身去買晒嘅話咧，我依家重申啊，依家係 all time high 高估值高風險，所以咧你今日睇到呢段影片就唔係等於 ring 叫你聽日去即刻 all in 去買晒嚇，記得要等一陣，知唔知 ？OK all clear。咁咧我自己認為咧比較好嘅入市嘅時機，其實係下一次嘅 correction 嘅。咁 correction 嘅機會可能係有幾個情況出現啦，比較大機會咧就係第一呢個聯儲佢哋釋出一個更明確嘅減息嘅計劃嘅時候咧，就係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嘅時候啦。咁有機會到時咧係會有一個大啲嘅下跌嘅。第二就係又或者聯儲突然之間轉態啦，佢又話呢個高利率高利息咧我哋要維持多一段時間。咁又或者第三嘅情況之下，譬如 Fed 減息嘅動作太遲先至出現，咁亦都會干擾到個市場，即係佢唔夠快嘅做嘢。咁第四就係一啲突發嘅國際事故啦，咁上年前年都有啦，戰爭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啦。咁但係當然啦，冇人有呢個水晶球真係清楚估到呢個跌市幾時會出現。咁所以咧做豬豬有做豬豬嘅好嘅，因為你可以幾時開始都得。好啦，依家就會開始講呢個2024年最新嘅豬豬投資組合嘅建議。呢個係傳統嘅股債嘅組合啦，咁我亦都加上唔同嘅資產，令到成個組合咧更加多元化。而我咧仍然會將呢個豬豬組合咧分成3個部分。第一就係呢個普通風險嘅部分咧，喺美股上面我會利用大盤較低風險嘅指數股票 ETF， 即係 S&P 500美國頭500大間公司嘅 ETF。BOO 咁另外亦都會加上 Nasdaq 100美國頭100大科技公司嘅 ETF， 即係 QQQ 啦。而另外亦都會繼續加翻咧上年已經有嘅普通風險指數嘅 ETF， 譬如係 ESGU 啦。ESGU 咧係集中追蹤一啲符合呢個環保同埋社會責任嘅美國中大型公司嘅 ETF。咁我自己咧已經投資咗佢哋差唔多成4年㗎啦。咁而 XLU 咧就係公用事業主題嘅 ETF， 包括電力啊、水務、公用事業、再生能源或者係公用燃氣等等啦。因為呢啲公用事業咧，佢哋有硬性需求啦，所以無論係喺個經濟環境係好定唔好嘅時候，對佢哋嘅影響通常好細嘅。咁加佢哋落去咧，就有一個防守同埋穩定組合嘅作用啦。咁而呢一隻咧都算係成交量比較大嘅一隻，咁佢股息咧就係3%。另外都會加呢個 HDV 啦，呢個係追蹤美國高息股嘅 ETF。呢隻 ETF 嘅成交量咧就冇之前嘅 XLU 咁大啦。佢投資喺高息股嘅行業裏面包括好多嘅，譬如醫療啊、能源、科技或者必需性嘅消費產業等等。而佢嘅息咧就比較高啲啦，有4.14%。而喺高風險嘅資產上面咧，我就會加呢個 VUG 啦。咁我哋上年都有嘅，呢個係追蹤咧佢哋美國大型股息成長嘅指數。成個 ETF 有一半啊都係持有呢個科技公司嘅股票，而1/4咧就係持有一啲非必需消費品嘅產業。5年嘅回報咧係16%，但係今年咧已經升咗40%啦。估值係偏貴，所以你要小心風險，要等待一個比較好嘅入市機會啦。而今年咧亦都新增咗 IYW 啦。咁呢度咧其實本身我係想加多啲 AI 啊或者 robotic 上面嘅 ETF 嘅，因為太貴啦，所以咧我就揾咗另外呢一隻啦，就主要追蹤咧呢個美國嘅科技股，無論係軟硬件啦、AI 概念股或者半導體公司，佢都有包噶啦。咁佢個成交量係一個中型嘅成交量啦，但係呢一隻 IYW 咧今年都已經升咗44%啦，所以咧又係要提一句，要有耐性等一個比較好啲嘅入市機會。至於加密貨幣啦，喺2023年咧佢都有一個比較顯著嘅回升。Bitcoin 同埋 Ethereum 咧我自己都有持有佢哋差唔多7年噶啦。咁以前咧喺唔同嘅影片咧我有介紹過嘅，你哋亦都可以去重溫一下。不過呢個加密貨幣咧係一個極高風險嘅工具，只限咧有一啲比較多餘錢嘅人咧去投資。咁如果你唔相信去中心化，亦都唔相信呢個加密市場嘅話，唔好投資。另外我今年咧亦都新增咗一隻嘅貨幣 ETF 啦 ，FXY。呢個咧係追蹤日元走勢嘅 ETF。我自己做咗2集咧，詳細係講呢個日本貨幣政策嘅影片。咁如果你相信未來日元係要升值嘅話咧，但又唔想開外匯槓桿交易嘅話，可以咧投資喺呢隻 ETF 度。佢嘅 expense ratio 咧係0.4%，trading volume 咧就唔算大啦，所以要留意呢個交易量嘅風險。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防守型嘅資產。喺黃金方面咧，你有2個選擇啦。
第一就係買實體金，咁因為咧你可以防止呢個美元同埋貨幣貶值嘅問題，亦都可以做到呢個去中心化。但係如果你覺得去中心化都唔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嚟嘅，你可以買 GLD 隻 ETF， 買黃金 ETF 咧就比較方便啦，因為喺交易所開門嘅時間咧你就做到買賣㗎啦。2024年係債息預期會回落，而債價預期會上升嘅一年。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債券 ETF 咧就係一個值得可以考慮嘅資產啦。VCIT 係一個中期嘅公司債啦，佢喺2023年嘅平均債息有成5%。咁 VCIT 嘅總共咧包括咗2107隻嘅債券，平均嘅債券年期大約係7年半左右啦。評級由 A 至到 BBB 級嘅債券都有。另外就係 VCSH 啦，呢個係 Vanguard 嘅短期嘅公司債，佢哋比較集中喺一啲信譽良好嘅公司嘅短期債務啦，譬如 Apple 啊、波音公司咁樣。VCSH 咧喺2023年嘅平均債息有5.5%，包咗2400幾隻債券噶啦，全部都係投資級別嘅債券。咁即係話咧，呢啲公司喺3年內會倒閉嘅機會咧非常渺小，係屬於風險低嘅債券，即係違約風險低啦。至於 SCHO 咧就係美國短期國債 ETF， 即係指1至3年期嘅國債。聯儲咧自從2022年開始加息，短期國債收益率咧比起長期國債咧更高。咁依家目前佢哋嘅平均債息有成4% 嘅，咁呢一個嘅 trading volume 咧就有成100幾萬，佢嘅 expense ratio 咧就係0.03嘅啫。其實市面上仲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譬如 VGSH 啦，就係 Vanguard 嘅美國國債嚟嘅，咁佢嘅成交量咧亦都比 SCHO 高，但係咧因為佢升得太多，所以咧我今次咧就用 SCHO 啦。至於長債 TLT 咧，其實都係唔錯嘅選擇，但係因為風險咧係較中短期嘅債為高啦，咁我就冇加到去個豬豬組合上面。咁但係如果你認為你自己可以承受嘅風險能力咧係比較大，你可以自己加翻呢隻上去嘅。而今次影片裏面呢個組合咧嘅分佈係用一個中度風險嘅例子去做，豬豬組合咧就可以喺一般風險上面25% VOO、20% QQQ、XLU 係3%、ESGU 係5%。高風險嘅資產上面 VUG 係2%、IYW 係5%、Bitcoin 或者係 Ethereum 啦可以2%、HDV 咧係3%、FXY 係5%。至於防守型嘅資產咧 ，VCIT 5%、VCSH 係5%、黃金或者係實體金啦5%、SCHO 係15%。好啦，最後咧我要提一提大家幾個嘅重點，好緊要嘅。咁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投資嘅比賽，豬豬組合咧其實係做緊一個 diversification， 即係分散投資。咁如果你諗住獨贏 all in Nvidia， 喺2023年咧，其實 Nvidia 咧係真係跑贏9條街。咁 all in 大市嘅股票亦都可能會贏到豬豬組合嘅，因為豬豬組合係有債啦，有黃金啦，佢本身佢嘅風險咧就已經被大力咁樣控制咗啦。而因為回報同埋收益係成正比，呢一個咧係一個永恆嘅定律，所以咧呢個組合咧唔係做出嚟同你哋任何一個人去比較，然後咧出年年底咧睇下邊個勁啲啊，邊個叻啲。目標咧其實就係想教你哋點樣可以為自己度身訂造，做一個合適自己嘅投資組合。而今年2024年，尤其是係年初啊，頭嗰幾個月咧，對我嚟講呢個投資嘅風險啦，同埋難度係高嘅，喺一個咁貴嘅市場之下。所以咧，其實我每揀一隻嘅 ETF 嘅選擇背後啊，我自己都有唔同嘅考慮因素，咁亦都有頭先詳細講咗噶啦。當然，如果你想博取更高嘅回報，即係話咧你要承受更高嘅風險，你可以加多啲咧高風險嘅資產喺你個組合上面嘅。咁又例如啦，如果你自己根本唔認為頭先 Brain 講嘅公用股，佢嘅表現唔會喺出年好噶啦。如果你係唔相信嘅話，你係絕對唔需要加呢隻嘅 ETF 喺你個組合裏面，因為咧成個影片就係一個教學同埋分享嘅用途，就唔係呢個投資建議嚟嘅，知唔知？而喺呢個新嘅組合裏面，我加入咗呢個 yen 紙嘅 ETF 咧，佢最大嘅好處係因為佢冇槓桿咯，而佢嘅風險比你直接開呢個槓桿買賣咧做 FX 咧係較低。咁但係其實你話睇翻成個整體嘅經濟環境啦，我會自己睇啦。其實一籃子嘅貨幣只要係對美元嘅話咧，喺美元減息嘅預期之下，其實都有機會係走強嘅。咁如果你自己係唔睇好 yen 紙，你有其他更加有心儀嘅貨幣你自己睇好嘅話，其實你亦都唔需要加呢個 yen 紙嘅 ETF， 你可以加其他嘅 ETF 喺裏面嘅。頭先有提過啦，豬豬組合嘅回報未必會比一啲你 all in 買一隻單一股票咁好，但係咧做複息咧絕對可以增加你嘅長期回報嘅收益。複息即係指將你嘅投資所得嘅收益
嘅回報咧，通過滾存嘅方法再投資落去，令到咧你將來更多嘅收益同埋更多嘅本金。咁有一啲咧股票嘅券商咧，其實係可以幫你進行呢個複息嘅，但係就唔係間間都可以做到。因為之前咧就有人問我自己咧就用 First Trade 嘅。First Trade 咧係一個美股嘅平台啦，佢亦都可以幫你做到呢個複息嘅效果，幫你再投資嘅。如果你想開戶嘅話咧，可以睇下下面嘅開戶連結啦。如果你真係成功開戶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個平台增加少少嘅收入嘅。我自己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咧，將所得到嘅股息啦，或者你得到嘅回報利潤再投資去做滾存嘅。好啦，另外咧呢個豬豬組合咧，好多資產其實係集中喺美國嘅市場上面啦。咁如果你對美國嘅經濟冇信心，唔好投資。但係呢個組合嘅 logic 咧，絕對係可以應用喺美市之外其他嘅市場。如果你有其他自己心儀嘅市場咧，其實你可以用同一個方法去設計自己嘅豬豬組合㗎。喺度都提一提大家，我就其實唔認為你係20歲你就可以承擔無限量嘅風險，而我亦都唔認為咧老人家就唔可以掂有風險嘅資產嘅，因為每個人嘅財力啊、背景同埋投資經驗都唔同啦。你只係需要按翻自己嘅需要同埋你嘅風險胃口去揀啱自己嘅投資方案就得㗎啦。千祈咧就唔好盲目跟隨咧呢啲咁嘅 YouTuber 嘅意見咧，就咩都唔做又唔做功課就自己入市去買啦。記得保持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同埋要記得做功課。而對我嚟講咧，所有嘅投資新手啦，或者係冇時間去研究股市嘅人咧，其實都唔建議去買一個個別公司嘅股票嘅。咁我會較建議你先做好自己嘅豬豬投資組合，累積唔同經驗啦，同埋你嘅時間許可之後咧，先去投資一啲個別公司嘅股票，去博取一個更高嘅回報。好，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啦，我哋所有嘅投資課程嘅優惠只係限6日嘅啫。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鏈接了解更多啦。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